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這不可能！陳國棟的酒杯跌落在地，碎片四濺。省政府大會議室裡，所有人都轉頭看向這位失態的處長。這到底是什麼時候的事？陳國棟近乎窒息的低語。蘇小薇曾經的告誡如雷貫耳：人生最大的諷刺，就是你永遠不知道今天嘲笑的人，明天會以什麼身份站在你面前。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北京，一場微雨過後的黃昏，林志遠站在國家發改委大樓前，望着天邊的晚霞，神情複雜。林主任，中組部的李部長來電說，您的任命已經敲定了。秘書小王匆匆走來，低聲匯報。林志遠微微點頭，目光依然停留在遠處。謝謝。有關文件下發了嗎？下周一正式下發，您隨後就可以啟程赴任。林志遠輕輕嘆了口氣，42歲，中央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如今被空降到家鄉 S 省擔任副省長。這對許多人來說是難得的晉升，但他心中卻百感交集。10年前，他從家鄉遠赴北京，一步步從基層做起，靠真才實學走到今天的位置。如今重返故里，不知道那片生他養他的土地變成了什麼樣子。還有別的事嗎？林志遠回過神來，您臨走前有幾個課題組想請您指導一下。還有，您的行李我們已經開始整理了，行李不用收拾太多，簡單一點就好。林志遠笑了笑，現在進來吧，我們把手頭的工作交接一下。夜色漸深，辦公室的燈依然亮着。林志遠習慣了這種忙碌的工作節奏，但他知道即將面對的挑戰會比以往更大。手機震動起來，是一條微信消息：志遠，聽說你要回 S 省了，正好下周有個高中同學聚會，你能參加嗎？陳家。林志遠看着這條消息，若有所思。高中同學聚會，20年了。那些曾經熟悉的面孔，如今會是什麼樣子？他回復道：好的，時間地點發給我，不過請保密，我要回省裡工作的事，我想以普通身份參加。放下手機，林志遠打開電腦，開始搜索省近年來的經濟數據。作為即將上任的副省長，他需要全面了解家鄉的發展狀況。數據很漂亮 ，GDP 增速連續5年位居全國前列，但林志遠的眉頭卻越皺越緊。高增長背後是高負債率，表面繁榮下是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華麗數字中隱藏着環境污染的隱患，這些問題恐怕才是他需要真正面對的挑戰。他打開一份省的領導幹部名冊，一一瀏覽着這些即將成為同事的名字。某個名字突然吸引了他的注意：陳國棟，省經濟發展廳政策規劃處處長。這個名字似曾相識。林志遠思索片刻，想起來了，高中時的同班同學，當年是班裡的活躍分子，性格張揚，喜歡出風頭。沒想到他如今在省裡當了處長。林志遠搖搖頭，繼續翻閱文件。他不知道的是，這個陌生又熟悉的名字，將在不久的將來與他有着怎樣的交集？周末，林志遠回到了住了10年的小區，與鄰居們一一道別。林主任，真捨不得您走啊。老張頭是小區的退休工人，常常找林志遠聊天。聽說您是要回老家當大官去了。林志遠笑着搖頭，哪有什麼大官，就是回去為家鄉做點事。我看啊，像您这樣的好幹部，到哪兒都會做出成績來。老張頭拍拍他的肩膀，只是別忘了，
官做得越大，越要記得老百姓的疾苦。您說的是。林志遠鄭重地點頭，我會記住的。回到家，林志遠開始收拾行李。他的東西不多，幾件換洗衣物，幾本常讀的書，再加上一些日常用品，就塞滿了一個不大的行李箱。他拿起床頭的全家福看了看，照片上父親嚴肅而慈祥，母親溫柔而堅強，還有已經出嫁的妹妹一家。這些親人都還在 S 省生活，這次回去也算是工作和親情的雙重回歸。爸，我要回 S 省工作了。林志遠給父親打電話。好啊，好啊。電話那頭，父親的聲音透着欣喜。當官不要緊，關鍵是要做實事，為老百姓謀福利。我知道，您放心。林志遠微笑着應答，掛了電話。他又想起了那個高中同學聚會，在正式履新前，以普通人的身份回顧一下青春歲月，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只是他不知道，這個看似平常的同學聚會，將成為一段複雜故事的開端。S 省的夏天總是來得突兀而洶湧。林志遠站在母校的大禮堂前，感受着熟悉又陌生的空氣。20年了，這所曾經的省重點高中似乎沒什麼變化，只是牆壁上多了幾道歲月的裂紋，就像他自己一樣，表面平靜，內裡卻早已滄海桑田。他的到來比預定時間早了半小時，這是他的習慣，無論參加什麼活動，總是提前到場，細細觀察，做好準備。校園裡一切都勾起了往日的回憶。那個角落是他曾經看書的地方，那棵大樹下是他和同學們爭論問題的場所，那間教室見證了他無數個挑燈夜讀的日子。林志遠，真的是你嗎？一個略顯誇張的聲音在身後響起。他轉身看到了陳家，當年的班長，現在是本地一所初中的校長。是我，好久不見。林志遠微笑着與老同學擁抱。你變化不大，還是那麼內斂。陳家上下打量着他。聽說你在北京工作，具體做什麼呢？林志遠整了整自己樸素的襯衫，在一家研究機構做些政策分析的工作。他沒有說的是，3天後，他將以 S 省新任副省長的身份出現在省政府大樓。中組部的任命文件已經下達，但他希望在正式履新前，以普通人的身份回顧一下自己的青春歲月。研究機構聽起來很高深啊，具體研究什麼？陳家繼續追問。主要是經濟政策方面的課題，沒什麼特別的。林志遠輕描淡寫的回答。你呢？聽說當了校長。話題很快轉向了陳家的工作。林志遠習慣性的傾聽，偶爾點頭或提問，這讓陳家感到備受重視。對了，今天很多老同學都會來，包括蘇小薇，你還記得嗎？當年的班花。陳家意味深長地笑着。聽說她嫁給了咱們省裡的一個處長，風光得很呢。林志遠點點頭，臉上沒有任何特別的表情。是嗎？挺好的。陳家有些失望，他原本期待能從林志遠臉上看到一絲波動，畢竟當年全班都知道林志遠暗戀班花蘇小薇。志遠，你結婚了嗎？陳家小心翼翼地問。還沒有。林志遠笑了笑，一直忙工作，沒顧上個人問題。人群漸漸聚集，打扮光鮮的同學們三三兩兩談笑風生。林志遠站在角落，安靜地觀察着每一張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他看到了王明，當年的體育委員，如今已經發福，據說在一家國企做中層管理。李小燕，曾經的學習委員，現在是一位中學教師。張偉，當年的調皮鬼，
如今居然成了一家科技公司的 CEO。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軌跡，或平凡，或精彩。直到那對夫婦的出現，整個禮堂仿佛都為之一亮。蘇小薇，當年的班花，如今依然光彩照人。她挽着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男人的手臂，兩人如同一對璧人，引來無數羨慕的目光。那時蘇小薇的丈夫陳國棟，省經濟發展廳的處長。陳家在林志遠耳邊低聲解釋，聽說官運亨通，很有後台。林志遠點點頭，目光不經意地與蘇小薇相遇，他的眼中閃過一絲訝異，隨即禮貌地點頭致意。陳國棟環視一圈，像是在審視自己的領地。各位，好久不見啊，今天咱們可要好好敘敘舊。他的聲音洪亮，帶着一種居高臨下的自信。晚宴開始了，美酒佳肴間，往事如潮水般湧來。當年的班長陳家開始點名，讓每個人介紹自己的近況。林志遠靜靜地聽着，偶爾微笑，偶爾點頭。他注意到，每當有人提到自己的成就時，陳國棟總會插話，或是炫耀自己認識某某領導，或是誇耀自己經手過多麼重要的項目。蘇小薇則安靜得多，她優雅地品着紅酒，偶爾與老同學寒暄，但眼神中卻透着一種難以言喻的疲憊。林志遠，該你了，聽說你一直在北京。陳家的聲音打斷了林志遠的觀察，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這個安靜的男人。林志遠放下酒杯，是的，在一家政策研究機構工作，做些報告分析之類的事情。研究機構？陳國棟的聲音裡帶着明顯的輕蔑，那不就是寫報告的小公務員嗎？這年頭沒點實權，混得再久也是虛的。餐桌上頓時安靜下來，林志遠微微一笑，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價值，不必相互比較。看看你這身打扮，還是那麼不懂得展示自己。陳國棟顯然不打算放過這個炫耀的機會，難怪當年追小薇沒成功，缺乏上進心的男人，注定平庸一生。蘇小薇的臉色變了變，國棟，別這樣。但陳國棟已經得意忘形。志遠，不是我說你，現在是什麼時代了，還搞你那套默默無聞。踏實工作，告訴你，在體制內混就得會來事，懂人情世故。你那點書呆子做派能有什麼出息？林志遠抿了一口酒，依然平靜。也許你說的對，每個人的路不同罷了。他舉起酒杯，敬各位同學，願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陳國棟不以為然地哼了一聲，舉杯一飲而盡。酒過三巡，氣氛漸漸熱烈起來。陳國棟的酒量不錯，幾杯下肚後，話更多了。其實吧，我這個處長也不是那麼好當的。他搖晃着酒杯，上面的指示要執行，下面的呼聲要回應，左右還有各種關係要平衡。不過嘛，只要懂得變通，一切都好說。林志遠靜靜地聽着，不時點頭。志遠，你覺得我說的對吧？陳國棟突然把話題引向林志遠。你在北京那麼多年，肯定也明白這個道理。林志遠看了他一眼，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處事方式。我認為做事的根本是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起人民的期望。哈哈，還是那麼理想主義。陳國棟大笑，你這種人在體制內肯定吃虧，不過也好，總要有人堅持原則嘛，不然我们這些會變通的人，拿什麼來顯示自己的聰明呢？蘇小薇輕輕拉了拉丈夫的衣袖，示意他別再說了。但陳國棟已經興致勃勃。對了，志遠，我們省最近要來個新的副省長，據說是從中央空降的。你在北京知道是誰嗎？
林志遠的眼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這個我還真不清楚。也是，你那個小研究所哪能接觸到這種高層信息？陳國棟自顧自地笑着。不過沒關係，等他來了，我會想辦法接觸的。現在這個年代，沒有靠山可不行啊。聚會結束時已是深夜，大家一一告別，相約下次再聚。林志遠正準備離開，蘇小薇卻意外地走到他身邊。志遠，好久不見。他的聲音依然如當年般清脆，卻多了一絲滄桑。小薇，你過得好嗎？林志遠直視着他的眼睛。蘇小薇微微一笑，沒有直接回答。國棟他其實人不錯，就是有時候愛顯擺。今天的事，你別往心裡去。林志遠搖搖頭，沒關係，我不會介意的。你還是老樣子，不愛計較。蘇小薇的眼中閃過一絲懷念。當年如果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林志遠打斷了他的話，祝你幸福，小薇。他轉身離去，背影在夜色中漸行漸遠。蘇小薇站在原地，久久不能移動。她突然感到一陣說不出的失落，仿佛錯過了什麼重要的東西。林志遠回到酒店，站在窗前，望着這座熟悉的城市。3天後，他將以全新的身份回到這裡，肩負起改變家鄉面貌的重任。今晚的聚會讓他對家鄉的現狀有了更直觀的認識。如果連陳國棟這樣的中層幹部都如此功利，那麼整個官場的風氣可想而知。他深吸一口氣，在心中暗暗下定決心，無論面臨多大的阻力，都要堅持自己的原則，真正為家鄉人民做點實事。至於陳國棟的嘲諷，他並不放在心上。命運有時就是如此諷刺。當一個人正在嘲笑另一個人時，殊不知命運已經為他們安排了截然不同的劇情。3天後，省政府大樓莊嚴肅穆，全省領導幹部大會在2樓會議室舉行。主要議程是宣布新任副省長人選。作為省經濟發展廳的一名處長，陳國棟理所當然地收到了參會通知。聽說這次來的副省長很年輕，40出頭，在中央部委工作過。同事小聲議論着，陳國棟滿不在乎地整理着襯衫領口。年輕怕什麼？沒有基層經驗，來了還不是得靠我們這些老人帶着走。會議室裡座無虛席，陳國棟習慣性地選了個不起眼的位置。在他看來，這種會議無非是走個過場，沒必要表現得太積極。省長致辭後，工作人員宣讀了中組部的任命文件，經中央批准，林志遠同志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長，分管經濟和民生工作。下面歡迎林志遠同志發言。西裝筆挺的林志遠走上講台。陳國棟的目光隨意掃過台上的人，他的身體頓時僵住了。這不可能，那人分明就是3天前在同學會上被他嘲諷的平庸書呆子。手中的茶杯跌落在地，發出清脆的聲響。周圍的人紛紛側目，但他已經無暇顧及他人的目光。他的腦海中回盪着自己在同學會上說過的那些刻薄話語，缺乏上進心的男人，注定平庸一生。林志遠環視會場，目光在陳國棟身上停留了一瞬，然後若無其事地開始講話。各位好，我是林志遠，此前在國家發改委政策研究室工作，現調任省任副省長，分管經濟和民生工作。作為省人，我深感責任重大，希望能和各位同事一起為家鄉發展貢獻力量。陳國棟的手心冒出冷汗，他從未想過命運會跟他開這樣的玩笑。我雖然離開家鄉多年，
但一直關注 S 省的發展。林志遠繼續說道：“我們的經濟總量確實有了很大提升，但也面臨着區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環境污染等問題。接下來，我希望能與各位同仁一起，共同解決這些難題。”會場響起掌聲。林志遠的講話簡短有力，沒有華麗的辭藻，但直指問題核心。陳國棟機械地跟着鼓掌，眼神卻恍惚不定。林志遠提到的那些問題，恰恰是他作為規劃處處長一直在回避的。會議結束後，陳國棟像逃難一樣衝出大樓，一路上心如鹿撞。他撥通了妻子的電話：“小薇，出大事了，怎麼了？”蘇小薇的聲音中帶着疑惑。林志遠，就是前天同學會上那個，他是新來的副省長，分管經濟工作的那個。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什麼？你確定嗎？千真萬確，剛才在政府常務會上見到他了。完了，我這個處長位置怕是要保不住了。蘇小薇的聲音嚴肅起來。你啊，總是看不清人。志遠那個人我是了解的，他心胸不會那麼狹窄，但你確實欠他一個道歉。陳國棟苦笑，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他可是副省長啊，一句話就能讓我這個小處長吃不了兜着走。那就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工作，別總想着走捷徑。蘇小薇嘆了口氣，這些年你總覺得有關係就萬事大吉，現在知道怕了。掛了電話，陳國棟呆坐在車裡，不知所措。就在這時，他的手機響了，是省政府辦公廳的電話。陳處長，林副省長，請您下午3點到他辦公室一趟，帶上最近的經濟規劃材料。陳國棟的手微微發抖，末日審判來得比他想象的更快。林志遠的辦公室簡潔的出奇，沒有常見的奢華裝飾，只有簡單的辦公桌、會客沙發和幾排資料櫃。牆上掛着一幅山水畫，筆鋒淡雅卻意蘊深遠。陳國棟站在門口，深吸一口氣，敲了敲門：“請進。”他推門而入，看到林志遠正在翻閱文件。陳處長，坐。林志遠抬頭，目光平靜，看不出喜怒。陳國棟小心翼翼地坐下，將準備好的材料恭敬地遞上。林省長，這是您要的經濟規劃資料，叫我志遠就行，畢竟是老同學。林志遠接過文件，語氣平常，仿佛那天的尷尬場面從未發生過。陳國棟鬆了一口氣，卻又繃緊神經。關於前天在同學會上的事，過去的事不必再提。林志遠翻開文件，我們現在談工作。這份規劃我看了，數據很漂亮，但我有些疑問。他指着文件上的一組數字，這個區域經濟增速為什麼能保持2位數？背後的支撐在哪裡？陳國棟愣了一下，沒想到林志遠這麼快就切入了問題核心。這個是近年來我省重點發展的產業園區，投資力度大，增速自然高。投資主體主要是地方政府平台和幾家國企。林志遠若有所思，負債率呢？陳國棟面露難色。這個具體數字可能需要財政部門提供。好，我會去了解。林志遠合上文件。接下來1周，我想深入基層，走訪幾個地方，麻煩規劃處準備相關背景資料。重點是那些經濟指標漂亮但民生問題突出的地區。陳國棟心中一驚，這不正是他一直在粉飾的問題區域嗎？林志遠，我們是不是可以先參觀一下示範區？那裡的成績很亮眼，可以給您留下好印象。林志遠微微一笑，我不需要好印象，
我需要真實情況。对了，明天的常務會，請你也參加。我想聽聽你對全省經濟結構調整的看法。陳國棟離開辦公室時，冷汗已經浸濕了襯衫。他一直以為林志遠會借機報復，沒想到對方連提都沒提私人恩怨，反而直奔工作重點，這反而讓他更加不安。這個新來的副省長遠比他想象的要難對付得多。晚上回到家，蘇小薇等待已久。怎麼樣？他為難你了嗎？陳國棟搖搖頭，苦笑道：他連提都沒提那件事，全程談工作，但問的問題都直指要害。那些我們平時粉飾過的數據，恐怕逃不過他的眼睛。蘇小薇若有所思，志遠一直是這樣的人，表面溫和，內裡堅定。你以為他忘了同學會上的事？不，他只是把公司分得很清。那我該怎麼辦？做你該做的事。蘇小薇認真地說，也許這是個機會，讓你重新認識自己的位置。陳國棟一夜難眠，他在 S 省體制內摸爬滾打多年，憑借關係網和圓滑處事爬到今天的位置，但他心裡清楚，自己的能力配不上這個職位。如今遇到林志遠這樣的實幹派，他的弱點將無處遁形。第二天的常務會上，林志遠提出了一個讓所有人意外的議題：全省經濟薄弱區域的提升計劃。我看了個區域的發展數據，發現我省雖然總體經濟指標亮眼，但區域發展極不平衡，有的地區依然停留在10年前的水平，百姓生活改善有限，會議室裡一片沉默。這些問題一直被視為不光彩的家醜，很少有人願意主動觸碰。陳處長，規劃處對此有什麼看法？林志遠點名提問，所有目光都集中到了陳國棟身上。他深吸一口氣，林副省長說得對，區域發展不平衡確實是我省面臨的難題。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大量資源投入，短期內難以見效。難不難是一回事，要不要做是另一回事。林志遠平靜地說，我想聽聽規劃處的解決方案，下周4之前，請提交一份詳細報告。陳國棟暗自叫苦，林志遠這是在逼他表態，要麼拿出真材實料，要麼暴露自己的無能。會後，幾位處長私下議論，這個新來的副省長不簡單啊，一來就抓住了痛點。陳處長麻煩了，他那個規劃處向來是虛多實少，這回可不好糊弄了。陳國棟聽在耳中，心如死灰。難道自己的官場生涯就要栽在老同學手裡？1周後，陳國棟提交了一份被他自己稱為臨時應付的報告。出乎意料的是，林志遠看完後並沒有當面批評，而是帶着他和幾位相關處室負責人直接下基層調研。目的地是 S 省最貧困的Y縣，滿目蕭條的老工業區，污染嚴重的河流，簡陋的農村學校，這些都是陳國棟平時盡量避免接觸的場景。在一家即將倒閉的國有紡織廠，老工人們圍着林志遠，訴說着企業改制中的種種不公。我們工作了30年，賠償金卻只有幾萬元，廠裡的設備都被賣了，地也賣了，錢都去哪了？林志遠認真記錄着，不時提問。陳國棟站在一旁，局促不安。這家工廠的改制方案正是他當年在規劃處參與制定的，當時他只考慮了如何快速提高效益指標，根本沒想過工人的出路。參觀結束後，林志遠在廠門口站了許久。陳處長，你知道我為什麼帶你來這裡嗎？陳國棟低着頭，是為了讓我看到基層的真實情況。不全是。林志遠望着遠處的煙囪，
我想讓你看到，我們制定的每一項政策背後都是活生生的人，規劃不只是紙上的數字，而是關乎千家萬戶的命運。陳國棟默然，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工作的意義，不僅僅是討好上級，而是關乎無數普通人的生活。回程的車上，林志遠一直在翻閱資料，偶爾記錄幾筆。志遠，陳國棟鼓起勇氣，關於同學會那天，我說過，過去的事不必再提。林志遠頭也不抬，你現在應該思考的是，如何真正發揮規劃處的作用，而不是粉飾太平。陳國棟沉默了，林志遠的大度讓他更加慚愧。回到省城，林志遠立即召開了專題會議，討論歪縣等經濟薄弱地區的振興計劃。出人意料的是，陳國棟主動請纓，我想負責這個項目的規劃工作。會議室裡一片訝異，以往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陳國棟從來都是極力推脫的。林志遠看了他一眼，點頭應允。好，期待你的方案。接下來的日子，陳國棟一反常態，加班加點研究方案。他甚至自掏腰包請來了幾位經濟學專家，共同論證振興計劃的可行性。蘇小薇對丈夫的轉變感到驚訝。你這是怎麼了？以前加班都要我硬拉着。陳國棟苦笑，可能是被林志遠刺激到了。你知道嗎？他下基層不是走過場，是真的去了解情況。看到那些失業工人的眼神，我突然覺得很慚愧。蘇小薇若有所思，志遠一直是這樣的人。他在北大讀書時，最大的夢想就是能用自己學到的知識改變家鄉面貌。你很了解他。陳國棟有些醋意。蘇小薇笑了。高中時我們是很好的朋友，他追過我，但我當時覺得他太不懂浪漫，太書呆子氣。現在想想，年輕時的選擇真的經得起時間檢驗嗎？陳國棟愣住了。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人生的價值不在於表面的光鮮，而在於內心的充實。蘇小薇認真地說。國棟，也許志遠的出現是給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機會。陳國棟沉默了，他想起自己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巴結領導，排擠同事，追求虛名，弄虛作假，這些真的是他想要的生活嗎？3天後，陳國棟將一份厚厚的方案文件放到了林志遠的辦公桌上。這是我和團隊日夜趕工完成的歪縣振興計劃，請過目。林志遠翻開文件，越看越驚訝。這份方案不僅分析了問題根源，還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甚至考慮到了資金來源和可能遇到的阻力。這是你做的？林志遠抬頭，略顯驚訝。陳國棟點點頭，是的。我找了幾位專家一起討論，還自費去歪縣做了第2次調研。林志遠沉默片刻，很好的方案，比我預想的要全面得多。為什麼突然轉變這麼大？陳國棟坦然道，可能是你帶我看到了真實的基層，也可能是我終於意識到自己工作的意義。林志遠起身，走到窗前，陳處長，我一直相信人是會變的，看來我沒看錯你。陳國棟心中一暖，多年來他一直追求的是上級的認可，卻從未像現在這樣，因為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而感到由衷的滿足。歪縣振興計劃很快獲得省政府批准，陳國棟也因此在省裡嶄露頭角。然而好景不長，一場突如其來的環境污染事件打破了平靜。但省最大的河流 X 河突然出現大面積污染，導致沿岸幾個縣的飲用水受到威脅，民眾恐慌，輿情沸騰。
省長緊急召開會議，指派林志遠牽頭處理，情況緊急，請環保廳、水利廳和公安廳全力配合林副省長的工作，務必在最短時間內找出污染源，控制事態發展。會後，林志遠立即組建了應急小組，親自前往現場查看。環保部門的初步調查顯示，污染源很可能是上游的一家化工廠，但這家工廠背景複雜，是省裡的重點企業，有多位領導的關心在其中。林省長，這家企業情況特殊，處理起來可能會有難度。環保廳的廳長小聲提醒，林志遠沒有回應，只是要求加快檢測速度，掌握第一手資料。調查深入後，一個意外的發現讓林志遠眉頭緊鎖，在該化工廠的環評和排污許可證審批文件上，赫然有陳國棟的簽字，這是怎麼回事？規劃處為什麼會參與這類審批？林志遠質問道。環保廳的工作人員解釋，當時這個項目是重點招商引資項目，涉及多個部門聯合審批。規劃處確認其符合區域發展規劃後，才進入下一步審批程序。林志遠立即召集了應急小組的核心成員，包括陳國棟。化工廠的問題已經查明，不按規定處理廢水，偷排入河。林志遠直奔主題，但我更關心的是，這樣一個明顯不符合環保要求的項目，為什麼能通過層層審批？會議室裡鴉雀無聲，陳國棟面色慘白，他知道自己無法逃避，是我的責任。他主動承認，當時這個項目是招商引資的重點，上面有指示要特事特辦，我沒有堅持原則。林志遠的目光銳利如刀。陳處長，你可知道，你的一個簽字可能影響幾十萬人的飲水安全？陳國棟低下頭，我知錯了，認錯不難，關鍵是如何補救。林志遠轉向其他人，立即關停該化工廠，全面排查其他可能的隱患，對責任人依法依規處理。陳國棟默默起身，林省長，如果需要追責，我願意承擔所有責任。林志遠看了他一眼，這事沒那麼簡單，牽涉面很廣。你先帶隊徹查全省所有類似企業的環評情況，把問題都擺到桌面上來。陳國棟沒想到林志遠沒有借機打壓他，反而給了他一個補救的機會。深夜，林志遠獨自在辦公室查閱文件，突然手機響了，是一個陌生號碼。林副省長，我是 X 化工的董事長，關於這次的事情，我們願意私下解決，保證不會有後續影響。林志遠冷笑，私下解決？你們違規排污，影響幾十萬人飲水安全，這是沒有私下解決的餘地。林省長，生意場上都是朋友，這個項目背後有很多領導關心，您是聰明人，應該明白其中的分寸。對方的語氣變得意味深長。我給你兩條路，林志遠一字一頓地說，要麼立即停產整頓，全面賠償受害群眾，要麼面對法律制裁，無論背後是誰。他掛斷電話，隨即打給了紀委，請派人調查 X 化工的環評審批過程，看看是否存在違紀違規行為。陳國棟得知這一消息後，如坐針氈。他很清楚，一旦徹查，自己過去的種種不當行為都將曝光。但出乎意料的是，林志遠並沒有特意針對他。在處理化工廠污染事件的過程中，林志遠秉公處理，既沒有網開一面，也沒有借機打壓任何人。污染事件的處理引起了中央環保督察組的關注。當督察組進駐 S 省後，
林志遠主動上交了一份全面的自查報告，並提出了系統性的整改方案。陳國棟在整個過程中表現出色，不僅配合調查，還主動查找自己工作中的失誤，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改進措施。督察組離開後，林志遠找到了陳國棟，這次你做得不錯。陳國棟慚愧地搖頭，如果不是當初我失職，也不會有這麼多麻煩。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林志遠遞給他一份文件，這是我剛擬定的經濟結構調整方案，想聽聽你的意見。陳國棟接過文件，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他知道林志遠這是在用實際行動告訴他，過去的錯誤已經翻篇，未來才是重要的。污染事件過去3個月後，省迎來了一場經濟危機的衝擊。國際市場波動導致省內多家外向型企業陷入困境，失業人數激增，經濟下行壓力巨大。省長在緊急會議上宣布，由林志遠負責牽頭制定應對方案。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既要穩定就業，又要推動產業轉型，還要防範金融風險。林志遠沒有猶豫，立即組建了專項工作組。出人意料的是，他指定陳國棟為工作組副組長。為什麼選我？陳國棟私下問道。這麼重要的工作，我怕，因為你了解我們省的經濟結構，又經歷了之前的教訓，會更加謹慎。林志遠平靜地說，這個時候，我需要的不是一個只會說事的人，而是能夠提出有價值建議的人。陳國棟感動不已。回家後，他向蘇小薇講述了這一切。志遠沒有利用職權排擠你，反而給了你證明自己的機會。蘇小薇認真地說，與其擔心位置不保，不如拿出真本事來。陳國棟點點頭，你說得對。這段時間我一直在反思，發現自己太看重虛名，忽視了實質。也許是時候學學林志遠，踏踏實實做事了。專項工作組開始了艱苦的工作，每天凌晨1、2點離開辦公室已成常態。林志遠的工作方式令陳國棟大開眼界，他不僅廣泛聽取各方意見，還親自研究數據，不放過任何細節。在一次關鍵會議上，陳國棟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建議，利用老工業區的閒置廠房和熟練工人，發展新型製造業，並配套完善的就業培訓體系。這個建議得到了林志遠的支持，很快成為全省經濟轉型的重要抓手。半年後，省的經濟逐漸企穩，甚至出現了一些新的增長點。林志遠和陳國棟的配合被省裡稱為黃金搭檔。在這個過程中，陳國棟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工作作風，他不再熱衷於鑽營關係，而是把精力放在了解決實際問題上。與此同時，他的能力也得到了真正的提升。一天，省長在一次小範圍會議上表揚了陳國棟，最近規劃處的工作很有成效，看來陳處長是真正用心了。林志遠微笑着說，陳處長本來就很有能力，只是以前可能方向有些偏差。陳國棟心中一熱，他明白這是林志遠在為他鋪路。會後，林志遠提議帶陳國棟去附近的小館子吃晚飯，兩人坐在簡陋的小店裡，像普通朋友一樣暢談。志遠，我一直想問你，陳國棟終於忍不住了，為什麼不計較我當初的無知和冒犯？林志遠笑了笑，因為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認識到問題，並且有勇氣改變。可我當時確實很過分，每個人都有犯錯的時候。林志遠抿了一口啤酒，我在北京這些年也走了不少彎路，吃了不少苦頭，
關鍵是從中學到了什麼。陳國棟若有所思，我明白了。對了，你和小薇當年。林志遠擺擺手，那都是過去的事了，我們都已經有了自己的生活。他其實很欣賞你。陳國棟坦然道，這段時間他常常會提起你的優點，讓我向你學習。小薇是個聰明人。林志遠微笑，他選擇了你，自然有他的道理。你們是很好的一對，只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就好。陳國棟感到一陣愧疚，這些年我太忙於應酬，忽視了他的感受。其實他一直希望我能做點有意義的事情，而不是整天想着如何溜鬚拍馬。那就從現在開始改變。林志遠拍拍他的肩膀，人生沒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是成長。夜深了，兩個曾經的同窗，如今的上下級，卻像多年未見的好友一樣，走在 S 省的街頭，談論着過去、現在和未來。1年後 ，S 省的經濟煥發出新的活力。林志遠主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成效顯著，不僅解決了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還初步構建了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這一天，省委、省政府聯合召開表彰大會，表彰改革中表現突出的單位和個人。陳國棟作為規劃處的負責人，因在經濟轉型中發揮的關鍵作用而受到嘉獎。當他上台領獎時，目光不由自主地尋找到了台下的林志遠。林志遠微笑着點點頭，眼中滿是讚許。會後的茶話會上，蘇小薇也受邀參加。她優雅地站在丈夫身邊，臉上洋溢着幸福的光彩。恭喜你，國棟！林志遠走過來，與他碰杯。這都是你的功勞。陳國棟真誠地說，如果沒有你的引導，我可能還在原地打轉。是你自己選擇了改變。林志遠轉向蘇小薇，小薇，你丈夫是個很有能力的人，現在全省都知道了。蘇小薇微笑着看着兩個男人，志遠，謝謝你，你當年默默無聞，如今卻做了最了不起的事。林志遠輕輕搖頭，成功不是別人眼中的光鮮，而是能否解決實際問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價值，關鍵是找到並堅守。陳國棟舉杯，謝謝你，不計前嫌，給了我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林志遠回應，人生沒有完美無缺，但始終有重新開始的可能。3個月後，林志遠收到了新的任命，調往中央部委任職，這意味着他將離開生活了1年多的 S 省。臨行前，他推薦陳國棟擔任一個重要改革項目的負責人。當記者問起原因，林志遠說，能力和勇氣都很重要，但最難得的是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真心實意的改變，這比一開始就不犯錯更可貴。送別會上，陳國棟和蘇小薇特意來為林志遠送行。志遠，我們會想念你的。蘇小薇真誠地說，我也會想念 S 省，想念這裡的每一個人。林志遠微笑着環顧四周，這裡畢竟是我的家鄉。陳國棟緊握着林志遠的手，我會繼續你的事業，不辜負你的期望，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林志遠拍拍他的肩膀，因為你已經找到了真正的自己。火車緩緩啟動，林志遠的身影漸漸遠去，站台上的陳國棟和蘇小薇依然站立，目送着這位改變了他們命運的人。他是真正的成功者。蘇小薇輕聲說。陳國棟點點頭，是啊，不是因為他當上了什麼職位，而是因為他堅守了自己的原則，並且真正做了有意義的事情。那你呢？蘇小薇看着丈夫，你現在覺得什麼是成功？陳國棟思索片刻，笑了。真正的成功
是能夠面對鏡子裡的自己，不感到羞愧；是能夠看着身邊的人，不覺得虧欠；是能夠回望走過的路，覺得值得。蘇小薇微笑着挽住丈夫的手臂，看來我們都找到了自己的答案。遠處，林志遠的火車駛向遠方，而 S 省的明天將由曾經迷失又重新找回自我的陳國棟和更多像他一樣的人共同書寫。在這個故事裡，沒有絕對的英雄或反派，只有在現實挑戰面前不斷成長的平凡人。他們的價值不在於頭頂的光環，而在於內心的選擇與堅守。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